大家好，欢迎观看三人自由行。这一集我们游览800里水泊梁山，这是一集介绍该如何环绕东平湖自驾的旅行攻略。在东平湖的环湖路上，既有芦苇丛生的湿地公园，又有自在的动物精灵，有在无边的蒜田忙着收蒜的庄稼人。一年就是这么颠倒着对收了豆就该入冬了嘛，这收了豆子都得再算再结算，来回倒，就来回的再算，对，收了蒜的摘豆子每年就是这样两茬，一年就是2茬，这么着轮流着种是吧？拿着点吃吧。不拿了，谢谢。我们是到这儿来玩的，要是说那个从这儿就直接回家了，我就买一点带回去，但我们路上还得往别处去。还有800里水泊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后，最终汇入黄河的壮观景色。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说走咱就走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开始导航，150米后在道路尽头右转。我们要离开东平县了。一早我们就出发，自驾前往东平湖环湖公路。我们的环湖行程用了2天。首先，我们来到离东平县城20公里的东平湖国家湿地公园。到达目的地东平滨湖国家湿地公园附近，位于道路左侧。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东平湖，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800里水泊，欢迎你。我们看到这个门口有很多这种小的摇橹的那个船，我们刚才在那个售票处也问了一下，一条船的价格是260元，可以坐6个人，但是我们因为就3个人嘛，我们想找人来拼一下船，但是现在还没有等到游客，我们先往里面溜达溜达，过去看一看。现在里头能拍到鸟吗？有鸟啊？都在这个围地里，都在这个湿地，那个水房，那个水房那边很多。你看那个大的，这了吧？看见那芦苇丛中的野鸭子了吗？东平湖在古时候有个很奇怪的名字，叫大野泽。它的总面积627平方公里，平均水深2.5米，是《水浒传》里800里水泊的唯一遗存水域。昔日，梁山好汉在此聚义，如今此地已成为黄河下游防洪体系的重要工程，以及南水北调东线的重要枢纽。东平湖湿地属北方罕见的大型湖湾湿地，南起大清河入湖口，北至老湖镇旅游码头。湿地内水质清冽，水域开阔，港岔纵横，芦苇丛生，鱼跃鸟鸣。郁郁葱葱的水上森林更是令人舒心畅快。野鸭子。离开了湿地公园，我们沿着东平湖南岸继续前行，一直到拱楼村，这一段都是湖湾湿地。我们看着湿地中时而飞起的野鸟，走走停停。在拱楼村，我们遇见的一位朋友
带我们游湖。记得《水浒传》里，混江龙李俊、浪里白条张顺兄弟等都水性极好。原来这边的村民都是从小玩水长大的。我们小的时候一天洗过18次澡，对，18次，对，洗18次澡，天天就在水里长的。对，没错。像我们小的时候是家里老人孩子多，对，不管啊。对。拱楼村的这段视频已经发布在《黄河行》第22集，欢迎您前往观看。汶水汤汤，流入东平湖后，不见梁山好汉的万丈豪情，却是一幅秀美醉人的江南水上画卷。离开拱楼村，我们继续前行，前面看到的就是南水北调东线的八里湾泵站。哇，今天我们走到了南水北调的这个八里湾泵站。我的左手边看到的就是东平湖，看见没有？这水很黄哎。刚刚在南水北调八里湾泵站那里边看到的水啊，就很像黄河里的水，比较浑浊。但是呢，到了这边，也就是东平湖这边，这的水是清的，但其实还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个交汇的地方像有一条线一样，这边的水是浑浊的，那边的水是清的。我刚才在这里一直听见那个大鱼跳出来的那个声音，咣当咣当咣当的响。我想我一定要拍一下，大鱼你就跳出来吧，你不跳我走了啊，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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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平湖是黄河以南输水干线的最后一级泵站，所以被称作是东线最高点。自此向北的输水开始自流。泵站拥有4台泵，在用的有3个，余下的一个备用。每台水泵设计流量是每秒33.4立方米。一路奔流千里的长江水，从眼前的导入渠进入提水闸楼，再进入东平湖。然后呢，分成了2股，一股穿过黄河继续北上，流往河北、天津等地；另一股呢，和黄河并流而行，去滋润干旱的鲁北以及胶东半岛。东平湖的广袤湿地也用地球之肾调蓄净化了入湖水质，再往外输出。刚刚过了南水北调八里湾的泵站，现在往前走就看到了八里湾泄洪闸。这是闸的左边，路的右边就是泄洪闸。这个泄洪闸的下面有好多都像水草，还不只是一点点，很多。这个河堤上面还有一个水位的一个标尺线，这就是水闸的下面。我被这个像蜘蛛网一样整个覆盖的这种绿植吗？离开八里湾泵站，我们前往银山镇南塘子村。
这段盐湖公路特别窄，只能轿车通过。看到了吗？岸边那个大堤边上甩的厚厚的一层都是水草。这是东平湖上面正在除水草的船，还不只是一条，好多条。路旁湿地里，无数的鸥鸟旁若无人地忙着觅食，叽叽喳喳的叫声让安静的东平湖顿时喧嚣和热闹了起来。到了银山镇，天色已晚，我们找个地方住了下来。村子里大部分的村民已经拆迁上楼了，有一些故土难离的村民还在老房子里住着。我们前面看到的这个老房子，就是已经有一些搬离的也就是说从这个村子里面搬到楼房上面去的那些住家，这些房子已经废弃了，不住了。当然我们也看到旁边也有一些房子，它是还保留着。我们刚才问我们遇见的村民，他说有一些老人家他是故土难离，在这生活了一辈子，不愿意上楼。当然这些已经搬走的这些房子，我们可以看到已经都平整过了，但是对于农民来说，对于村民来说，每一寸土地都是金贵的，所以他们把这个老宅基地石头都翻出来，砖头也都清理出来，他们在这些空当的地方种上了菜，或者是种上了那个红薯。村子后面有一个东昆仑山景区，建了祝家庄、宋家庄、古石雕展示长廊的旅游观光影视基地。如今水浒英雄的身影只能从这些建筑和老物件中寻找了。第二天天微微亮，我们离开银山镇，前往陈山口出湖闸，然后沿着河道去看庞口防盗观闸。在庞口防盗观闸附近，我们遇见了正在收大蒜的庄稼人。里面还是那个紫皮蒜呢，看着还真好。那今年的蒜算是收成好吧？一般年纪是吗黄河汹涌奔腾向东流去，今年黄河下游屡经暴雨，黄河却安然无恙，这得益于黄河防汛工程的建设。黄河有两大滞洪区，分别是东平湖和北金堤滞洪区，而我们面前的这两座闸就是黄河滞洪区的设施。东平湖是防御黄河特大洪水的分洪区，也是控制山东黄河安澜入海的大型水库，实际蓄水能力为20亿立方米，可抵御郑州花园口出现洪峰流量每秒22000立方米的特大洪水，确保黄河下游的安全。1982年8月2日，黄河花园口站产生每秒15300立方米的洪峰，
当时利用东平湖分洪，消减了洪峰的28.6%。回想起来，我们在黄河入海口看到的历史最大洪峰王庄显宫和垦黄堤的最大洪峰，也只有约每秒1万立方米。原来后面是东平湖这样的水利设施在默默地承受了这一切。越贴近黄河，才越多了解黄河，我们也才知道，曾经成为人们心头之痛的水患黄河，一旦将其纳入显宫、河堤和闸门之内，它就变成了造福人类的最广阔的生命河。转到了。下一集，我们离开东平湖，前往黄河13条支流的第2条河——金堤河。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请关注、订阅、留言、转发，支持我们呀！